今天吃什么？咱们做个手工拉面。小朋友说了，他说想吃拉面了啊，爸爸我想吃你这个拉面了啊，那就得做呀。好多这个人都尝试说做这个拉面啊，都不成功，为什么呢？其实这里边有点技巧，但是绝对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您要说像我都能学会，您能学不会吗？其实没什么难的。咱们自己在家里头，您不能像这个兰州牛肉面那么做，为什么呢？那太麻烦，而且人家做那个，那多少客人呢？您自己家里人口多啊，5、6口人，您吃您也不能那么做。在这个汤上边，您可以变化。你家里您炖了牛尾汤啊，您炖了排骨汤啊，您有鸡汤都可以用它来做这个汤。至于说什么一红二白三黄四绿什么，这您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在家里想做这个拉面，不就是为了做这个面吗？您做出这个面来就是您的成就感，而不是说您做辣椒油啊，做这个汤啊，做这个萝卜呀。核心的难度最大的就是面这部分。其实面的这部分呢，它也没有那么难。中国人吃面的历史很久了，啊，各种这个面啊，什么这个挂面呢，啊，拉面呢，啊，燃面呢，啊，热干面呢，啊，这个馄饨面呢，各种。单就说拉面还都有很多种呢。您说大家一般现在提到的兰州牛肉面，那是一种啊。其实以前这个拉面就是家常菜。北京人说您吃什么？抻条面。抻条面是什么？就是拉面。但是呢，不是说您这个做的那么漂亮、那么 fancy 的那种拉面，它是一种简化的啊。这个回头咱们另说，哪一天有机会咱们做一次这个北京式的抻条面，您看看那个简单的多啊。或者说您现在觉得看过了之后觉得这拉面现在可能还不行啊，您先试试这抻条面。抻条面简单，就算是这种拉面它有很多种，您要掌握了这个拉面这个基本的这个技巧啊，您做福山拉面也好，您做海洋摔面也好，还是做这个兰州牛肉面也好，都可以，都能做得出来啊。所以咱们现在就说说这个拉面您得怎么去学。您做这个拉面就分4部分：和面、醒面、溜面、抻面啊。那煮面就不用说了，那就很简单了啊。而且这个拉面非常好煮，您水开了往锅里一扔就行了。但是您煮的时候就是汤宽一点啊，一定水得开。这个煮面是最简单的，咱们就不算在内了。先说和面，这个和面还分成2个步骤。第一个部分是把面团揉起来啊，您揉的时候要掌握好这个水分啊。第一，您的这个盐和这个碱啊，不管您是普通碱面还是硼硅碱啊，这个量要足够啊，量少了不行。第二，水啊，掌握要足够。这面为什么能抻？是因为有筋。面筋是怎么来的？它就是面里边蛋白质吸收水分，形成这个网状的结构啊。怎么能让它这网状结构结实？就是面蛋白质要吸收更多的水分啊。至于说这个面粉，咱们在这儿提一句啊，您要是在中国，您就买那个高筋粉，或者说是兰州拉面什么专用粉，您买那种。如果您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您就买 all-purpose flour， 这就可以了，就是咱们中文说的普通的中筋粉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小麦的品种不同，美国、加拿大的小麦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啊，中筋面粉足够，不需要买特殊的这个高筋面粉啊，就普通的我自己用的啊，就是 Costco 卖的那个最便宜的 all-purpose flour， 5块多，25磅，就最便宜的这种，我没有用特殊的面粉。您这面和的啊，软硬要合适，不能太硬了。您这面要太硬了，您下边这步就是第2步叫揣面。揣面这部分您就难受了。揣面是您调节这个面软硬程度的这个一个过程，
同时也通过揣面让这个面粉里边这个蛋白质，就是这个 gluten 啊面筋吸收更多的水分，形成更强更好的面筋啊。通过这个揣的过程，如果您这面硬，第一您揣的时候您揣不动，第二您要需靠更长的时间揣进更多的水去，才能把这个面调整到合适的软硬程度。您面揣好了之后，还需要醒一下啊，大概抹上油啊，盖个盖儿也好，盖个湿布也好，那您需要醒一下。如果说您着急啊，您体力又好，可以不用醒啊。这个兰州拉面的师傅从和面到这个面条出来，大概20分钟到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但是咱们在家里做，因为面性可能没有掌握那么好，您也许体力没那么好啊。这个简单的办法，您就是醒一下，不用费那么大劲儿。醒多长时间啊？我的做法是最少40分钟啊，最好一般我都是醒1个小时，然后您回来再来做下一步。这个溜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面筋啊进一步的形成这个网状结构，而这个网状的排列是一种长的这个序列啊。您不管看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师傅怎么做啊，是摔也好或者是叠也好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如果您不想摔，您就直接把它拽长折叠，拽长折叠，反复的拽折叠折叠折叠就可以。像这什么打麻花什么这个摔怎么揉什么算盘珠这种揉法，这些是揉的过程当中的现象或者这种形态。您不用这种方法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当然您要是做的这么漂亮又有表演性质，那当然更好了。但是我跟您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必须的。最后一步就是抻面了。您抻面的时候就注意一下，这个抻面它就是个反复的这个折叠这个过程您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不行，我抻完之后一下就断，抻完一下就断这个呢您需要这个稍微的练习一下做几次您就有心得了。这个一拽是需要力量的平均，您不能这个手长这手短，这手这拽的这劲儿不一样。第二就是您折叠的时候它有手法，您翻过这两个对折之后，在手里夹的这两条面您每对折一次把它往上收一点，收起来这一点就是把您手夹扁了那靠近手这部分，第一这手指头夹的地方是扁的，第二手指头下边这块肯定是粗的。为什么呢？这个面您再怎么用力的匀再怎么拽的好，它一定是中间细两边粗。您看这个拉面师傅您到拉面馆去做的这个人这一块面大概是这个胳膊粗，这个筷子这么长，最后您这个面抻完了甩锅里去了，他手里剩下那面头还有一大块，差不多是他用的那个您最后到锅里去的差不多是一半，甚至说不到一半。为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他要把中间的这个细的漂亮的均匀这部分留下来给您扔到锅里去，那不匀的呢在哪儿呢？都在他手里头了。不是说您拽的这个就不匀，人家拽的就大家都一样您明白这点不要说我这面最后拽点都浪费，不浪费您剩这个面头您揉一揉再溜一溜还可以再拉。您这个愿意抻也可以，不愿意抻您做成这个口袋饼，这鸡蛋灌饼一点都不浪费。现在我们开始和面，您这面粉里边要加入盐和碱，您可以把它撒在这个面粉里边，然后拌匀，也可以呢加到水里边去，溶解到水里边，然后用这个水来和面都可以。把这面粉拌匀，然后呢您可以开始加水，这个水呢要逐渐的加，
您可以用手来一边加水一边搅拌，也可以用筷子，都可以。拉面的师傅呢，有些是在这个案板上或者这个料理台上来和面的，我呢是用盆来和面，我觉得这样呢比较方便，不会说这个祸害的哪儿都是面。水逐渐加进去，您不要一次都加，一次都加进去容易形成包水面，就是外面是面粉，中间是水，这样您一捏一揉的时候，那水就出来了，您就不好掌握这个面揉成之后的软硬程度。把这个水逐渐加进去，一点点加一点，然后用手呢把这个面粉通过捏抓来搓成这个小面碎儿。这个呢就是人拉面师傅说那个猫爪也好，虎爪也好，不管怎么叫，您这个方法手法就是这样，把它不断的捏碎，然后再加进水去。在过程当中，您用手可以感受到这个面它的干湿程度，来预测你揉成这个面团的软硬程度。这个就是咱们前面说过的，您要了解这个面性。怎么了解？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多多练习。您平时和面的时候，不管是说发面啊、死面啊，您都可以不断的感受，通过手的感受，您就感觉到这面团的软硬程度。现在呢，这水加的差不多了，这时候咱就可以把这面团揉起来。初步的揉一下，把它现在差不多，您基本可以看到这面团就揉光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开始准备下一步，就是揣面。把这个水倒在手上，然后撒到面上去，把手呢握拳，用这个拳头的前面这一面来压这个面。在手接触这个面的时候呢，手腕稍微扭动一下，用这种方式不断的把这个水压到这个面团里边去，反复的压，反复的扭。你也可以压几下，然后把这个面翻个面都可以。这水呢要一点点加，先把这点水揣进去，然后看到面的表面上没有再汪着水了，您就可以再往里边再加水。揣到什么时候合适？您看，差不多这个时候，您看把这个面滴漏起来，它可以非常容易的拽成长了，这样就说明您揣的差不多了。然后您就可以把这面揉起来了，就这样。然后呢，在面的表面给它抹上一层清油，然后盖上盖，开始醒面1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之后，面醒好了，我们开始下一步，就是溜面。把这个面呢，用双手的这个手掌的位置，把它按压，揉成长条。揉长了之后呢，把它再折叠，您折3折也行，折4折也行，都可以。再继续反复的把它揉长。这个过程就是人拉面师傅说的算盘珠。您看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您揉不成算盘珠没关系，但是手法是这样的，要反复的揉，把它揉长，然后拉长，折叠，再继续揉。这个就是摔的这个动作，就是您在甩面的这个时候，这个面接触到您的案板也好，料理台也好，它就啪出一声。如果您这个面不接触这个台子，它就不出声，这样不就没声了吗？至于说您摔出声音还不摔出声音来没关系，这个和您这个甩面的效果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您用这个方式反复的甩，这过程当中您看到哪个地方粗，把它拽一拽。您逐渐的甩会发现这个面越抻可以越长了，这时候您可以退一步。为什么呢？
这样您有更多的空间来甩这个面。粗的地方调整一下。现在您看打麻花这个动作，打麻花目的是什么呢？让您这个面它扭起来之后呢，它长度就短了，您有更多的空间来操作。您不打麻花把它叠起来，然后就这么甩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师傅们说啊，您这打麻花他们叫上扣，您这个上扣要左边一扣右边一扣，我呢是没有严格的这样，我认为您只要说别一个方向啊，一直是左边或者一直是右边，应该就可以了。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但是我就这样做的。反复的甩，拉长，您越甩会发现这面呢越柔软，甩得越长，而且呢您感觉这面好像是慢慢的软了，还有点粘手。什么时候合适？像现在这样，您把它拉长对折，您觉得可以非常容易拉长，而且拉出来的这个长度呢比较均匀，纹路也合适，比较细了，这就可以了。然后回到案板上，一手向前，一手向后，把它一搓，它就变短了嘛。然后把前面的尾巴这块给它揪掉，师傅说这块是溜不到的，您不揪到这块也可以，我也试过，不揪也可以。至于说出几个劲儿，看您的情况，您希望这面一次有多多，我是出2个劲儿，然后把它揉匀了，揉成圆柱。这个时候您如果做圆面，这样就行了。要是想做扁面，您就把它摁扁了啊。做三角的，您把它捏成三角，出来的时候就是您要的形式。咱们加点干面粉，把这个面柱呢，在它滚动一下，让它都沾上面，不然的话，您一抻呢，这个面呢都沾上了。把都沾上面粉，您可以开始抻了。一般来说，抻6扣或者7扣，这个面就差不多粗细，您可以下锅了。别忘了把面头收一下，我这个呢收的还少，应该还收的更多一下。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它沾点干粉，或者给它撒点干粉也都可以。收一下，再来一下，这样呢就差不多了，可以下锅了。